清源，我此生最后悔的事，便是娶了你。为什么？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与阿恒长相厮守。我与阿恒早生了情谊，签了吧。这是你我最好的结局，也是阿恒该得的名分。20年夫妻呀，我不签！只要我在一日，苏恒就别想踏进林府大门一步。攀不上林府，我就另寻高枝。官人久等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刻了。往后路途便仰仗官人了。听说了吗？跟富商跑了那个女的，他们要成婚了。那女的也太绝情了，林大人为了她都要和离了，她倒好，转头就跟富商跑了。苏恒改嫁，改嫁，阿恒改嫁了。为了个外甥抛弃妻子，结果人家转头嫁富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住口！你们都住口！苏恒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？为什么？我不信，我要去问个清楚。我的腿动不了了。不，我不要一辈子瘫在床上，我还要做官，我还要站起来。德行有亏，身残志颓，他们凭什么断我的仕途？凭什么？毁了，全毁了。燕子，先保重身体。别碰我，全是你的错！你们过来，为父告诉你们，谁才是林家的罪人？是沈清渊，他死守正妻之位，不肯成全我和阿恒，是他毁我爱情，断我仕途，毁了整个林家，全是他的错。我倾尽半生心血，只为护你们周全，为何如今要这般待我？若不是你，父亲怎会坠崖断腿，生生断送了大好仕途？父亲本可官至太傅，是你毁了林家。你这样的毒妇，何该碎尸万段？任你自生自灭，都是便宜你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我回来了。想不到老天都看不下，让我回到了林燕慈提出和离这一日。前世种种亏欠，今世我必一一讨还。阿恒素来爱此沉香，不知今日可否得空一见？还有苏恒，舅母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，留我在家里当个奴仆都可以，随便给我一口饭吃就好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学问好，可以替我教导景苑，我给你双倍的银钱。谢谢舅母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。真就是引狼入室，上辈子我不同意和离，你转头就和富商跑了，让林燕慈念了一辈子。父亲如今桃李满天下，儿子能在立不立足，全仰仗父亲提携，这点薄礼，聊表孝心。有心了，这礼物为父十分喜爱。这是前些日子府里吃剩下的果便，给你吃吧。恒姐姐，父亲特意让我替你去买的那盒胭脂，可真叫我找了好久呢。是我不好，让大人费心了。无妨，你喜欢便好。成婚多年，林燕慈待我永远是冷淡疏离、体面敷衍，从未亲手为我买过一物，赠过一次温柔。她所有的温柔耐心，从来都不属于我。开喜！父亲清明风骨，清正自持，乃是儿辈一生跑模。是啊，我今日能有这般才学名声，全多亏了恒姐姐日日悉心教导我。月儿天资过人，我不过是顺带帮扶，当不得这般夸赞。母亲，这鱼有些腥了。幸好今日只是家宴，若宾客再多些，传出去，岂不是要笑话咱们林府没规矩？谁还曾记得我是这座府邸名正言顺的女主人？今天还是我的生辰宴。清渊，有件事我不能再瞒你了。阿恒知我懂我，是我迟来半生才遇见的知己，我想给他一个名分。舅母，都是阿恒的错，阿恒从未想过与您争什么，我只是心疼先生苦闷半生，
若您容不下我，我立刻就走，绝不碍您的眼。重生那日起，我便早早备好和离文书，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父亲早该如此，知己难得，岂能愧于俗礼？是啊，母亲，父亲一生清明，如今得遇真心人，应该成全才是啊。你莫要再议不饶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母亲既肯成全，便该拿出将军府嫡女的体面来，自请下堂，别拖泥带水。正是，父亲如今誉名满京，您这般言行粗鄙的内宅妇人，本就配不上他。母亲既要和离，便把嫁妆册、田契、地契一并交出来，莫要占着林家的东西不放。成功了。荒唐！当年我带进府的不过几台旧香笼，事到如今居然还不肯放过这点钱财。幸好真正撑起我后路的，从来不是摆在账面上的死物，而是我名下几间铺子的流水银子。母亲，这才对嘛！凡事看开点，父亲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母亲，恒姐姐素来最喜欢吃鲈鱼，到时候你挑选实际的要肥的。字已签了，东西我自会叫人清点。如今滚出去！前世的我，这一夜哭得几乎昏死过去。40年朝夕相守，反倒比不上一个装模作样的孤女。死一次才知道，这家人个个都是没良心的白眼狼。我空有满腹才学，奈何出身寒门，无任何人脉门路，怕是这辈子都要埋没于尘土之中，永无出头之日。燕慈，我帮你。前世我为了这个一无所有的寒门点卖真爱的头面，散尽全部嫁妆，放下将军府嫡女的尊严，卑微求变复修，硬生生亲手将她一路扶进高位。外头人人都夸她清正高洁，可没人知晓她这身傲骨，这份不染尘埃的脸面，都是踩着我硬生生铺垫出来的。我定要让我父亲上报官府！你虚应伤人，此事绝不善罢甘休！我不怕你。不行，一旦闹上公堂，媛儿这辈子就全完了。千万别追究孩子。你已经在雪地里跪了3天3夜，我家夫人见你诚心悔改，看在你一片慈母之心的份上，此事作罢。当真多谢夫人宽宏大量，劳烦嬷嬷代为转达，多谢老爷夫人宽宏恩德。我回去之后定然严加管束孩儿，绝不再惹出这般祸事。令郎才7岁，下手却这般凶狠，着实好好管教。是我教子无方，是我的过错。总算保住景阳的前程了。跪了3日，终究留下旧疾，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。需用至清血肉做药引，方有一线生机。朝中公务繁杂，我不便久留。只要能救你，母亲心甘情愿。月儿乖，把药喝了。那药整整喝了1月，长久损耗下来，我的双臂之上几乎都能看见森白的骨茬。那时候2个孩子一刻见不着我便会哭闹，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的心开始偏了。也许是林燕慈的名声越来越盛，他们看向父亲的眼神越是崇拜，对我就越是嫌弃。父亲如今声名赫赫，偏偏母亲言行拘谨，实在难登大雅。我将来娶妻，定要择名门淑女。每逢赴宴应酬，母亲站在父亲身侧局促军警，瞧着反倒像府里伺候人的仆妇，实在丢了林家体面。他既肯做，何乐而不为？原来我舍了性命拼命去护着的人，从头到尾都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使唤、随时丢弃的小人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往日愚钝覆辙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你们能过成什么样子。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往后我只为自己奔赴，不再为旁人倾尽所有。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不知道多久没有过这样轻松的时光了。备车，去绸缎庄。这匹料子给我包起来吧。好嘞，夫人好眼光，小的这就给您。倒是麻烦你们来陪我看衣裳了，这颜色瞧着倒是衬我。舅母，真是好巧，你也来挑料子吗？这料子我要了。这匹料子方才是这位夫人先开口定下的，您看。先开口又能如何？银子付了吗？景元，你别这样，舅母是长辈，我让给她也无妨。让什么让？恒姐姐年轻貌美，何该穿这样鲜亮的料子？母亲如今这般年纪，穿了也是糟蹋。舅母，这颜色招眼，您再看看其他的吧。这是我先看上的。母亲，您这是何必？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和恒姐姐争抢东西，莫非是想争宠吗？不过区区一匹料子而已，您非要揪着不放，闹得这般难堪，未免太过小家子气。小家子气，我为这个家赔尽半生，到头来换来的竟是他们口中的小家子气。
包起来。你走开！这匹流霞锦我们要了。母亲，粉色本就娇嫩，更适合恒姐姐，您便体谅一二吧。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，如今竟这般对我，真是笑话呀！夫人，我扶你起来。舅母，你还追出来做什么？景月，别说了，别与舅母动气。母亲，请自重。舅母，林府的马车快到了，舅母若不嫌弃，不如同我们一道回去吧。滚开！您还不知道吧？景元和景月私下里早就改口叫我母亲了。要我说，像您这样留不住丈夫、拢不住儿女的人，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呢？若换作是我，我就知道你一直没安好心，果然是上不得台面。恒姐姐都已经处处让着你了，你竟还想动手？林景元，你可知道他方才与我说了什么？他说我留不住丈夫，拢不住儿女，是个废物，任人侮辱双亲，这就是你的教养吗？他说错了吗？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恒姐姐知书达理，和父亲言语头臭，二人相伴才最为相合。您素来只打理内务，终日与家务针线为伴，实在撑不起府中门面。每一个人都像刀刃直直插进我心里。小时候，他们也曾在我怀里撒娇，软软糯糯的唤我母亲，如今却争着抢着去认别人当娘。让开！快让开！我的孩子，别过来！母亲！我又死了，好重的药味儿，疼！真是见了鬼了，亲娘都被踩成这样了，那两个当儿女的倒好，哭着喊着非要大夫先去给那个苏姑娘瞧伤。那位苏姑娘伤得有多重啊？重？你是没瞧见刚才那阵仗？大夫，快来看，救救恒姐姐！她要是受了惊伤了根本，你们医馆赔得起吗？哎，那位夫人都快没气了，浑身是血，我先救她。大夫，你先看环姐姐，她手背都擦破受伤了。可那位苏姑娘不过就是擦破了点手背，连药都未必用得上。哼，这算什么？我方才还听见他们在里间争呢，说是要把这位夫人先挪到漏风的偏屋去，说是苏姑娘受了惊，最见不得血腥，欺人太甚！我要是有这样的儿女，早和他们断绝来往了。真不明白这位夫人图什么。旁人看得比我清楚。嘘，夫人恕罪，方才我口无遮掩，还望夫人不要怪罪。无妨，你说的没错，很多事旁人看得比我更清楚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不过是舍不得醒罢了。这都第3日了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伤得这么重，家里却连个影子都不见的。3日了。夫人，恕我多嘴，您那2个孩子心肠真不是一般的硬，那几位倒是会摆谱，那天在医馆闹了一通就没影了。夫人，这伤口得按时清洗，家里人指望不上，您自个儿得疼自个儿，连一个来看我的人都没有。原来我在他们心里早就死了。哟，总算来人了，你是这位夫人的亲眷，怎么这会儿才找来？小的是林府小厮，见过夫人。亲娘在医馆生死不知，他就派个小厮过来。少爷和小姐在府里忙着应酬，实在抽不开身，特意让小的过来传个话。忙着应酬，却没空来看一眼断了腿的亲娘，到底要传什么了不得的大话？少爷说小公子这几日哭闹的厉害，府里没人照看，少奶奶连娘也哄不住，府里上下乱成一锅粥。小姐那边也传了话，说她胃口不好，想和夫人亲手炖的莲子汤。少爷和小姐还交代，还说夫人既然醒了，就别总在医馆里偷闲，家里一摊子事儿都指望着您，总不好一直扔着不管，让外人看了还以为林府没了规矩。偷闲？你睁大眼看看，他这命是差点交代在马蹄底下的，你们林家人管这叫偷闲？偷闲？我命都快没了，他们竟觉得我在夺了。滚！姑娘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姑娘，你既然看不过眼，
可敢帮我一个忙？您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去京兆府报官，告吏部林景元伙头毛妹林景月当街杀母夺财。夫人，那是您亲生儿女，报官他们这辈子就毁了。我本不想做绝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医馆众人街坊皆是见证，你去报官，就说林家主母举报忤逆失亲。好，这种畜生，该让全京城看清真面目。这药味真熏人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急什么？哟，嫌弃药味儿，不是在应酬啊？你等死吧！杀人了！吏部林景元为了让母亲让位，亲手推亲娘撞金马。什么？推亲娘撞马？这是畜生行径！国子县林家大公子满口仁义，背地里弑母，呸！还吏部官员，忤逆往上的狗东西也配为官？你这贱婢，闭嘴！再敢胡言，本官拿你去治罪！治罪？好啊，去京兆府。林大人，你们刚才亲口喊着死不了别管他，先看苏姑娘。满医馆的病号大夫、街坊百姓都听见了。想走没门儿！这种丧尽天良的畜生，得等官差来拿。还当官呢？我看你是披着官皮的白眼狼。就是你这狐妹子使坏，让儿子杀亲娘，我打死你这贱货！放肆！你们这群刁民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敢动我？官差来了！林大人，你的官皮穿到头了！哼，林大人，你儿女犯弑母大罪，若非您在朝中还有几分薄面，这点钱连牢房门都进不去。是，老范察言了。老爷，为了保少爷和小姐，咱们把城郊的2处良田卖了，老夫人的裴家铺子也抵押了。父亲，那我吏部的差事，京兆府已收了咱们5000两银子，才保住你的命。上头下了公文，你品行不端，纵马伤亲，已经从6品主事直接降到了9品末流的小吏。9品，那岂不是成了这京城里人人都能踩一脚的碎杂？林大人，我家老爷说了，周家门第清贵，祖上3代皆是良臣，断断不能娶一个弑母受审的毒妇进门。不，周郎答应过要娶我的。周公子明日便要与礼部尚书家的千金定亲了。林小姐，你还是拿着退婚书回屋好好反省吧。靠任何人，终究不如靠自己家人。阿兄，我想回家了，这药再熬2炷香，就能给沈姑娘端过去了。总算能歇口气了。什么声音？这么大动静？是骑兵！让开！您干嘛？这是医馆，看病得排队啊。我不看病，找人。沈清源是不是在里面？在里间躺着养伤呢。守住门口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。是。这马蹄声不像是寻常的车马。清源，我喉头猛地一哽，阿兄，只这一声出口，我这2辈子所有的委屈、疼痛、悔恨，仿佛都在这一刻冲破了堤坝。别怕，他没有多问林家半句。哥哥接你回家。夫人，老爷让老奴接您回府。闹大了伤的是林府的名声，对少爷小姐的前程也没好处啊。清源，腿还疼不疼？撑得住吗？阿兄在，我就不疼。车里铺了3层软垫，你且靠着休息，剩下的交给哥哥。夫人，老爷说您伤好了便该回府了。到底夫妻一场，那日寿宴上的话不过是一时气话，万不可闹得满城风雨，伤了林府名声。气话？气话？
林燕慈当众逼我妹妹自请下堂是气话，林家那双畜生把生母推进金马之下也是气话。如今人伤成这样，他竟还想着叫人回去替你们林家兜脸面。天哪！推亲娘去撞马，那是人干的事吗？那林大公子平时看着人模人样，在吏部当官呢，背地里竟是个弑母的畜生。嘿，还敢谈什么读书人的清明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！你们林府还真是威风的很啊！回去告诉林彦初，那点虚伪的读书人清明，本将军今日替他撕了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和离书以前，沈清渊与你们林家再无瓜葛。至于你们林家欠下的那些账，本将军既然带兵回京了，咱们以后慢慢算。林府，哼，前世我一点一点把自己熬干，这一世我终于走出来了。清渊，到家了。好久不见，将军府还是记忆里的模样。恭迎小姐回府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20年来，府里的老人们没一天不念叨您的。在林府20载，我是老妈子，是内宅妇人，是他们口中粗鄙的下人。我已经快忘了，我本是这府里最尊贵的小姐。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敢改了口叫什么林夫人，就自己滚出将军府。这府里永远只有将军府的小姐。阿兄，让你们操心了。这是你从前最喜欢的院子，这些年哥哥一直给你留着，哪怕我出征在外，也命人每日洒扫，没人敢动这里的一草一木。给小姐请安。受了委屈就回来，天塌了，哥哥给你顶着。阿兄，谢谢你。我这些年到底是有多想？我守着那一堆狼心狗肺的东西几十年，把那些畜生当成命，却亲手把真正疼我的亲人推得远远的。我怎么这么蠢啊？回来了就好，只要有哥哥在，谁也别想再动你半分。那个只会逆来顺受的沈清玉已经死在林家了，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让沈家蒙羞，更不会让那些害我的人活得痛快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才是我沈烈的妹妹。林家那群没良心的畜生，我方才让人对了一下，这册子上的东西，他们竟然大半都扣着没吐出来。清源，只要你点个头，哥哥这就带人踏平林府，把你的嫁妆一箱不少的抬回来。阿兄不必急，明面上的零碎让他们先拿着得意，真正能掐死他们的七寸不在那。清源，那本就是你的东西，你为他林家操劳20年，连根草都不能留给那帮白眼狼。我知道，可真正值钱的不在那些死物上。回府7日，林家已露虚相。这些年，我看似困在内宅，被林燕痴当成只会围着灶台转的老妈子，被那2个孩子嫌弃浑身烟火气。实则我早早便用陪嫁里剩下的本钱，在外头盘下了几间铺子。前世为保林燕慈清流名声，我将铺子交由心腹打理，从未对外声张。一间药铺，一间绸缎铺，一间南货行。清源，这京城最有名的百草堂和流光阁，这是你的铺子，这每月的流水。是，这几间铺子流水惊人。林家只当我带去的嫁妆不过几台旧香笼，哪里知道他们日日尝着的体面，吃着的山珍，大半都出自我的铺子。林燕慈所谓的清流名士名头，是靠我的铺子砸银子应酬出来的。林景元在吏部的左右逢源，是靠我送去的名贵草药铺路的。林景月浑身的珠翠，更是我缎子铺里的极品。和离当日，我已经命人切断了林府所有供货与赊账。好，清源，原来这银子你早有后手，我看他林家那副清高骨头能撑几天。与其争明面上的死物，不如先看他们爆空壳，沾沾自信。他们拿我当老妈子，终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。父亲，今日这顿饭吃的真叫一个痛快，到底是恒姐姐心细，这鲈鱼鲜嫩多汁，不像母亲只会做些咸苦的饭菜。那些年也是难为你们了。阿恒来我们家之后，这府里才有了几分读书人家的雅致。至于清渊，他闹够了自然会发现离了林家他什么都不是。先生快别这么说，舅母在那医馆待了许久，如今又去了将军府，
我只怕他还在生景渊和景月的气。哼，他能有什么气？他在大门外让我们受了那种罪，害得哥哥降职，我被退婚，该生气的是我们才对。他现在躲在将军府，不过是仗着舅舅的威风，想等咱们去求他、去哄他罢了。等他在娘家受够了冷眼，知道一个合理的老女人没人要的时候，他自然会灰溜溜的滚回来。没错，等他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去京兆府撤了那份口供，承认是他自己受惊跌倒。到时候我重回六部不过是父亲一句话的事，周家也得跪着求景瑶嫁回去，咱们林家只会比以前更风光。景渊说的对，我林彦慈教书育人半辈子，桃李满天下，这京城的清流名望全在我手里，沈氏没那个胆量，也没那个本钱跟咱们耗下去。清渊回将军府也有几日了吧？他平日里最是离不开这一双儿女，这次倒是有耐性。父亲放心，他不过是死鸭子嘴硬。等过2天，他发现将军府的嫂嫂弟妹嫌弃他吃白食的时候，不用咱们去，他自己就得哭着喊着求咱们让他进林家大门。先生说的极是，那阿魂就先替先生备好茶，等着舅母回来认错。小姐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老奴特意让人去寻了最好的蜜饯，这药性烈，苦得紧。苦吗？这舌尖上的苦，比起这20年塞进心里的苦，倒像是甜的了。以前在林家，您病了也舍不得吃药，总说要省给大公子买书，省给大小姐置办首饰。那时候是真傻，总以为省下这些能换他们一点真心。这半个月，我总算能安安稳稳睡个囫囵觉了。夜里不用再竖着耳朵听林燕慈咳嗽翻身，也不用担心谁半夜渴了叫水。嬷嬷，你不知道，这种不用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我等了好久。小姐，今后都会是好日子的。小姐，您瞧瞧，您这身子骨瘦了太多，这20年您到底是把自己熬到了什么地步啊？瘦了也好，嬷嬷，瘦了总好过在那宅子里活成一具只会喘气的空壳子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快老死了，可现在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活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也累死我了！这苏姑娘今日又是要泡澡，又是要煮茶，这柴房的柴火还没劈出来，哪来那么多热水供她使唤？你就知足吧，我这才是乱了套。以前夫人在时，每顿饭的菜单前一天就定好了，什么时辰下锅清清楚楚。现在苏姑娘想一出是一出，这眼看大少爷要回了，她才说要加个老五子的羹汤，我哪忙得过来？可不是嘛！以前夫人还会盯着咱们分工，现在没人管，活全都堆在一起，做慢了还要被苏姑娘责备没规矩。哼！苏姑娘只管跟老爷弹琴作画，哪晓得油盐贵？这厨房的账目半个月没人核对了，采买送来的菜全是烂的，我看这林府迟早要败落。我的那件云纹披风呢？那是后日要去王府赴宴穿的，怎么还没洗出来？大小姐，实在对不住，以前江洗房的活都是夫人亲自盯着用的皂角和亮法，现在夫人不在，江洗的婆子把您的披风给洗窜色了，正在后头想办法补救呢。洗窜色了？那可是京城独一份的料子，你们这群废物！我母亲在时何曾出过这种错？小姐，沈夫人把府里打理的滴水无后，咱们只要照做就行。如今没她拿主意，这下人们都不知道该听谁的，活做得多却错得多，我也难办啊。人都去哪儿了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连盏热茶都没端上来。母亲在时，无论多晚，她总会守着一盏热茶等我回府，连我进门脱哪件外袍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景元，快消消气。阿红这几日忙着帮先生整理书稿，对府里的事疏忽了些，没能把这群下人管教好，是阿红的错。恒姐姐，这不怪你，你向来知书达理，那是文雅人的手，哪里管得了这些造房将息的琐碎？景元别怪舅母，她是将军府的嫡出贵女，生来便是要人伺候的，哪里受不了林府这般操劳的日子？她离开也是情理之中，只是舅母终究心硬了些，明明知道少爷和小姐这么多年都离不开她，却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想来在她心里，林家的安稳终究比不上回将军府享夫重要。她既为了享清福抛下我们，我们又何必再念着她？就是，以前我还觉得她啰嗦刻板，可她起码事事以我们为先。如今她在将军府吃香的喝辣的，哪还管咱们家里的死活？小姐别难过，往后有我在。我虽没舅母那般尊贵的家世，却会拼尽全力守着这个家。只要阿荣在，绝不让你们受半分委屈。小姐，歇会儿吧，您回府这才几日。嬷嬷，在林家那是操劳，是无底洞，
在这里是理财，是拿回我自己的命。以前我盯着灶台的火，那是为了别人的胃；现在我盯着这上面的树，那是为了沈家的底气。清渊，哈哈哈哈，哥哥怕你在府里闷出病来，给你带了个消遣。你走之前断了这边的所有铺子，这些年哥哥一直替你留着心。既然你已经斩断了那边的安杂事儿，这些东西理应物归原主。阿兄，别操劳，哥哥知道你懂经商，但这几间铺子你只管随心打理。你想留着收息也好，想拆了撒气也罢，只要你开心，天塌了有哥哥在后头支着。随心打理，那我就要按我的心思来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要是嫌麻烦，哥哥直接带兵去把林府那几个畜生的腿打断，给你出气。打断腿太便宜他们了。林元神一辈子自诩清高，可他的清高是靠药铺里100年的老参吊着的。林景元想在吏部往上爬，那是靠南货行源源不断的稀罕土品打点出来的。林景月所谓的京城第一才女名头，更是靠绸缎庄里最好的刘霞锦衬出来的。他们吃着我的血肉，没了这些银钱撑着，他们那所谓的天作之合和高风亮节，已经快要维持不住了。这才是沈家的姑娘，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就要断了他们的生路。你只管放手去折腾，谁敢来将军府门前吠，我的玄铁中剑可不答应。小姐，您现在这副样子，真像老将军还在世的时候，威风极了。清闲却不闲散。林燕慈、苏恒，这半生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一分不少的亲手从你们身上剐回来。这府里的下人真是反了天了，连壶热茶都续不上吗？哥，别喊了。管家说灶房的婆子嫌烟熏火燎，没人盯着便躲懒去了。从前母亲在时，4季衣裳什么时候不是提前备好的？3餐冷热哪次不合口？这屋子里哪有过半分杂乱？哥，要不我们去将军府把母亲接回来？胡说什么？她是自己要走的，如今我们低声下气去请，岂不是显得林府离了她就不行了？传出去，这满京城的官眷不得笑话死我们林家？我不是想低头，我只是有点想他了，想他亲手炖的莲子汤，想他替我打理的发髻，想他以前在我受委屈时，总是第一个挡在我前头。对，我们不是去求他，更不是去认错。府里现在无人主持钟会，父亲也需要人照料。他沈清源既然还没和我们彻底斩断母子关系，就还是林家的主母，他本就该回来收拾残局。对，哥哥说的对，我们是为了林家，为了尽孝心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他既然生养了我们，就不能丢下林家不管，他这就是不负责任。我是吏部从6品官林景元，来接我母亲回府。沈清渊，我都亲自登门了，你可千万别不识抬举。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林府的账已经全部断了。绸缎庄那边，林大小姐看中了一批缂丝，想照旧记账，被咱们的小伙计当众拦下了。哦，他说什么了？林大小姐闹了好大一场，说咱们店大欺客，还威胁说要让林大人封了铺子。可没了您的引荐信，他连东家的面都见不到。封铺子？他父亲现在的俸禄，怕是连买那匹布的零头都不够。还有，林大公子昨日遣人去药铺，想取2根老参，说是林老爷受了惊，要补身子。药铺那边回话说没现银，1根须子都拿不走。说得好，他们平日里吃我的用我的，还嫌我粗鄙，如今便让他们看看，离了这粗鄙的银子，他们的清高能维持几天。小姐，清静日子到头了，林家那个大公子林景元正堵在大门口闹呢。他还有脸来？他在外头嚷嚷的难听，说什么母子连心，说您在这儿躲清闲，不顾家里死活，非要逼您出去见他，还说什么有天大的急事。母亲，您就这么狠心吗？父亲病重，家里乱成一团，您躲在将军府算什么本事？您快出来跟我回去！不见。小姐，他闹得实在太凶，门外不少百姓都看着呢，怕是会伤了您的名声。名声？在林府受了20年罪，我还有什么名声可怕的？传我的话，将军府不是菜市场，由不得他在这儿撒野。告诉那些亲卫，他若是再敢吵闹，直接乱棍打走，不必顾念我的脸面。是，老奴这就去，非得揭了他那层虚伪的皮不可。
好啊，我们在外头忙得脚不沾地，府里乱成了一锅粥，你倒在这儿躲起清闲来了。你知不知道家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？景月天天在家里哭闹，嫌饭菜难以下咽，连我的府上也跟着不得安宁。莲娘更是日日跟我抱怨，说孩子没人带，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你身为母亲，身为林家的主母，你怎么坐得住？所以呢？所以你现在就该跟我回去。母亲，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气你也该消了。虽然你和父亲已经和离，但只要你肯回去，林府总还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只要你肯回去，我和景瑶以后自然还认你这个母亲。至于父亲那边，你低个头，服个软，亲手炖中汤去哄一哄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林景元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沈清寻这辈子就该像条老牦牛一样，任由你们踩在脚下，吸干最后一滴血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合离的女人在外头能有谁？林景元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与你们林家兄妹断绝母子情分。以后林家的事，哪怕是你们死在门口，也与我沈清源毫无干系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不成？为了赌气，你连亲生子母都不要了，将我们状告到衙门，如今也该消气了吧？疯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。这些年，你们踩着我的脊梁往上爬，吃着我的血肉换前程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林景元，你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，学的就是这些畜生道理。你别不识抬举！若不是念着你到底生了我，怕旁人议论，我连来都不会来。你以为你能一辈子高高在上？一个合离的老女人，没了名声，没了依靠，除了我和景月，这满京城还有谁会认你？你迟早会跪着求我们接你回去。我认。大将军，刚才你说什么？说我沈烈的妹妹没人认。我只是……沈青云是我沈烈唯一的亲妹妹，是这镇国将军府名正言顺、千金不换的嫡小姐。轮得到你这等吃着我妹妹血肉、受着我沈家根德，却反过来弑主的忘恩负义之徒，在这里叫嚣？这种脏眼睛的东西，留在这里等午饭吗？扔出去！放开我！我是吏部的官，你们敢动我？母亲救我！放肆！我是吏部官员。别怕，以后有哥哥在，谁也别想动你，哥哥给你撑腰。清源，哥哥军营里还有些急事要处理，这几日你就安生在府里歇着。若是那林家人再敢翻墙入院，你只管让护卫打残了扔出去，出了事哥哥担着。阿兄放心，我省得，快去忙你的正事吧。小姐，清静了没半刻钟，林家那个大的刚被抬走，这个小的又在府门口候着了。林景月，他倒是比他哥哥聪明些，没敢硬闯，只在府门外递了帖子，说是有话想求见您，给您赔罪。让他在二门外说话。母亲，母亲，女儿知道错了。前些日子是我糊涂，听了旁人的挑拨，才说了那些混账话。求您原谅女儿这一次，对不起。这是您最爱吃的蜜橘，女儿记得您以前最喜欢城南那家的，我天不亮就去守着买的。母亲，您尝一个好不好？买这些做什么？你从前不是一直嫌我身上总是一股子灶房里的油烟气，嫌我粗鄙不堪，让你在那些贵女面前抬不起头吗？母亲，您别这样说，女儿那时候真的是被迷了心窍，我现在真的后悔了。再怎么样，您才是我的亲娘啊，我怎么会真不认您呢？亲娘？林景玉，苏恒进府才几天，你便能挽着他的手叫姐姐，恨不得把心窝子都掏给他。绸缎庄那一刻，金马冲过来那一刻，你推开我去护着苏恒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亲娘？那是因为苏恒他会作诗，会抚琴，他站在父亲身边，人人都说般配。我只是，你只是嫌我这个亲生母亲上不了台面，拿不出手，对吗？
林景月，你和林景元年纪都不小了，不是3岁孩童，做错了事，不是掉2滴眼泪买一篮橘子就能接过去的。你们不是不懂事，是从来就没顾过我的死活。既然你们选择了苏恒，那就去守着他，别来求我原谅。我沈清渊受不起，也不想要了。母亲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不能不要我们啊！嬷嬷，送客。林小姐，请吧，莫要让老奴动粗，伤了林家的体面。他竟然真的说得出口，断绝关系。他沈清渊凭什么？他以前就算再可怕，也不会这样对我们。今日在将军府二门，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堆脏东西，还说我不配求他原谅。你们今日受的委屈，阿恒听了都觉得心像被刀割一样。舅母她怎能如此狠心，当众说出那种断情绝义的话？景元，您可是朝廷命官，他却任由亲卫把您扔在大街上受人指点。景熙，您是他的亲骨肉，他居然真的那么绝情？我看舅母不是气糊涂了，她是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她是将军府的嫡女，自诩身份尊贵，怕是早就厌烦了林家这20年的琐碎，也厌烦了老爷与你们。如今借着和离的机会，她回了将军府锦衣玉食，哪里还愿意被你们这对累赘缠着？就是他以前为了救我可以滴血入药，现在我哭他都无动于衷了。景月说的是，他若真疼你们，又怎会眼睁睁看着林家乱成一团而不顾？他现在有人伺候，过着神仙日子，哪里还会惦记你们受没受委屈？他心里啊，早就没这个家了。他既然铁了心不认我，那我们也没必要再念着他那点生养之恩。阿恒说的对，清源他自是家事，从未顾全过大局。你们有我，有阿恒便足够了。别伤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我虽没舅母那般尊贵的门第，但我会把你们当成亲生儿女疼。只要阿红在，绝不让你们受半分冷落，更不会丢下你们不管。父亲说的对，既然他沈清源选择要体面，要将军府，那就让他一个人过去吧。从今往后，黄姐姐便是我们的母亲。对，黄姐姐比她温柔懂礼万倍，咱们才真正像一家人。瞧这排场，这林大人刚和离3个月就大操大办，真是半点脸面也不要了。听说为了这10里红妆，林家可是把家底都搬出来了，还借了高利贷。你们懂什么？以前沈夫人管家时，林家虽然富庶，却极其低调，哪像现在这样招摇？这钱怕是花一个少一个喽。胡说八道！我林家乃书香门第，迎娶正妻自然要风风光光。再敢嚼舌根，送你们去见官。阿红，我总算明媒正娶让你进了这道门，只恨我如今手中拮据，抵押成交3处良田，加上你的嫁妆才撑起这场婚礼。这婚礼终究是委屈你了。先生，您是国子监祭酒，大婚岂能寒酸？抵押田产、周转银两都是权宜居，等景元官复原职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只要能名正言顺守在你身边，阿红不委屈。那几箱嫁妆本就是给先生应急的，只要能让外人瞧瞧咱们林家的清高体面，花光了阿恒也甘愿。阿红，你如此待我，我林燕慈定不负你。等景元官复原职，我定加倍补偿你。母亲，您瞧这排场，比沈氏在时不知高雅了多少。以前那个总是抠3缩4，美其名曰持家，实则是丢尽了父亲的礼。正是，母亲这般凶心，才是咱们林家真正的福气。先生，妾身衣衫稍乱，暂且退下整理片刻，稍后便归。废物，抵押田产还用我的嫁妆，若不是为了那点残存的名望，谁愿意把最后的提己钱掏给这艘破船？要我掏半分银子绝无可能。我成了主母，那银子还不是任我拿回来？老管家，
库房都空成那样了，这顿饭哪来的银子啊？老爷抵押了良田，是苏姑娘，不是辛夫人撺掇的，还把自己嫁妆拿出来了，装贤良。什么？抵押田产？用辛夫人嫁妆？老爷以前不是最自诩清高，从不碰女人的钱吗？清高？现在林府连买米都要赊账了。沈家小姐走时断了所有铺子的流水，老爷现在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生生靠着抵押田产在外面撑门面呢。拿抵押的钱充大头，这叫哪门子读书人的气怪？我看这林家怕是撑不了几天了。小姐，林府那边今日当真是风光大办，听说那是红绸铺地，酒香飘了半条街。哦，看来是把压箱底的银钱都拿出来听相了。小姐英明。据咱们在林府采买处盯搜的人说，林大人为了这体面，原本是想减半的，是那位苏姑娘掏出了自己的嫁妆，林大人为了不落面子抵押了田产，才撑起了今日这10里红妆。可不是嘛，如今大家都在看林家的笑话呢。林彦辰最看重那点虚伪的风骨，苏恒若不把这大婚办得风光，林彦辰心里那道坎便过不去。只是他们怕是忘了，这世间真正的风雅，从来都是要用银子养出来的。没有我名下那几间铺子的顶级沉香，他们谈什么诗？没有南货行每年送去的极品龙井，他们对什么乐？林燕慈这一世的体面，哪一样不是我砸下大笔银钱堆出来的？如今苏恒用抵押田产的钱，用嫁妆填着窟窿，又能撑得了几天？苏恒现在心里怕是已经开始厌恶林燕慈了。一个自诩清高的祭酒，到头来竟要靠着抵押田产来全自己的脸面。他们沉浸在那种自以为是的天作之合里，以为甩掉我这个俗气的人，就能守住那份高风亮节。殊不知，离了我的银子，林家那所谓的风雅和体面，不过是一场见不得光的幻梦。继续盯着，抵押田产的钱花光了，林燕慈那点残存的情分也就到头了。当名贵文貌断了供，当这满府的书香被柴米油盐的寒酸取代，我倒要看看他们那大雅若素的情分，能不能在冷锅冷灶里熬得下去。老爷，账面上当真没银子了，药铺和绸缎庄的供奉断了3个月，如今连采买年货的现银都周转不开了。住口！沈氏离了府，难不成林家就揭不开锅了？定是你这老奴中饱私囊！父亲，吏部王大人家的喜宴，咱们的人情银子还没送去，这若是迟了，儿子往后的考评……不过是一时周转不停，慌什么？去，把田庄今年的收成催一催。老爷，几处田庄早传信了，说收成大减，连主院下月的月例怕是都捉襟见肘啊。先生，阿红知道自己命薄，不配用那些好的。可这燕窝一股子腥气，衣料也粗糙的磨人。阿红受点委屈不打紧，只是怕丢了先生的脸面。阿恒，莫哭，是我的不是。舅母在时，府中万事周全，如今轮到阿红，却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上。外头的人都说，先生是为了阿红才落得如此总错，阿红心里苦啊。别听那些碎嘴的，沈氏有的，你一样都不会少。这幅春山图是我的传家宝，若非急用，绝不外传。林大人，您现在的处境大家都清楚，这价京城没第2家。
拿走，立刻从后门离开。阿红，为了你的体面，我这半生清明算是毁了。林大人，林大人，犬子明年入国子监选拔一事，全仰仗大人提点，这点润笔费给您和公子喝茶。选贤举能本是公职，但你这一片赤诚，我便带警员收下了。他往后在吏部打点，确实也费银钱。林家这艘破船，怕是要沉了。先生，忙了百日，喝口燕窝润润嗓子。阿恒，不是说了这些事让下人做吗？你身子娇弱，莫要累着。阿恒想替先生分忧，看先生日日整理这些枯燥的账册和卷宗，阿恒心疼。往后这些整理书房、誊抄账把的琐事，便交给阿魂吧，我也好能时时刻刻陪在先生左右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好，以后这书房的大小事务，便由你来帮我打理。苏夫人，这云缎已是本店能给出的最实诚价了。您若执意要那刘霞锦，咱小店力薄，实在是不敢再收林府的欠条了。我并非。掌柜的，这位夫人的料子，本老爷替她付了。这位官人，这如何使得妾身断断不能平白受领？夫人这般仙姿，竟要为一匹料子，在这儿受这等俗人的气。林大人倒是好福气，竟舍得让夫人这般娇滴滴的美人出来受这种委屈。官人错怪先生了，先生只是清高惯了。清高可填不饱肚子，夫人这般聪慧，何该配这世间最好的首饰？若夫人不嫌弃，不如晚些时候到留仙茶楼，让在下亲自为夫人压惊。妾身怕是……夫人若是不来，那这金子，在下可就白花了。阿红，我这几日听闻林府连月例都发不出了，你这般人儿，怎能在那清贫窟里熬坏了身子？跟我去江南，那才是真正的舒坦日子。官人厚爱，阿红心领。可先生他虽清贫，对我却是极好的。只是阿红也想通了，我不能两手空空的跟了官人。实不相瞒，先生将书房全交我打理，我早已记下暗格机关。先生他表面清高，实则私下里收受贿赂，泄露国子监考题，那些他亲笔写的密信，还有林家仅剩的田契房契，全锁在暗格里。只要我能拿到这些，先生便再也不敢为难我们。官人，只要你能带我走，这些东西便都是我们的。好一个志不在孔方的林大人！阿红，只要这些东西到手，咱们到了江南，你就是真正的当家奶奶，我保你一辈子锦衣玉食。
平日里满口仁义清高，背地里尽是龌龊，收受贿赂、私泄考题，桩桩件件真是精彩。这些日后皆是我的护身符。自命清高，何其可笑！这副假面具我看够了。林燕慈，你以为关起门来做事就无人知晓？林家早已外强中干，不过一艘沉船罢了，我才不会陪着这艘破船一同沉入水底。这些证据就是我离开这艘烂船的船票。你的命值多少银子，我可得好好算算。一切照旧，谁也发现不了破绽。从今日起，主动权该握在我手里了。我蛰伏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日抛弃过往枷锁，只为活下去，活得富贵。官人久等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刻了。往后路途便仰仗官人了。终于不用再看那酸儒脸色。所谓风骨，一文不值。哼，阿红，此去经年，林大人的风骨可就随风散了。这林府困住我太久了，走，去江南。混账！这般毛手毛脚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出大事了！苏夫人房里空了。阿环许是去后院折梅，或是去采买胭脂了。大惊小怪什么？不是啊，老爷，不光是人不见了，苏夫人房里的金银细软、首饰头面全被搬空了。小的刚才去库房一瞧，就连那几样贵重的古玩也不见了。我的银票，那几张天契房契呢？还有我那些天契呢？我的信，我那些见不得光的亲笔信呢？追！给我派所有人去追，把那个奸夫给我抓回来！是，我们这就去。小姐，林府那边闹翻天了，苏恒昨夜卷了林家最后的一点家底跑了。林燕残在书房发了疯，见人就打，说是丢了最重要的东西。发了疯，看来苏恒比我想象的还要贪心。可不是，连库房里那几尊大佛都没放过。苏恒既然要走，定会带走能保他下半辈子富贵的筹码。林燕言这些日子为了哄他，写了不少肮脏字据，那些罪证怕是早被他捏在手里了。如今人财两失，林燕言丢的不是红颜知己，而是他的命。老爷，查到了，苏黄已经随那个江南妇方南下，不日便要在金陵成婚了。我林燕慈自诩半生风骨，却原来从头到尾我都只是别人眼里一块最好啃、最蠢的肥肉。证据全在那贱人手里，全在他手里。陛下，国子监记肘林燕慈借选拔之名，私下收受考生巨额彩礼，甚至暗中勾结泄露科场命题，臣等证据确凿，请陛下明断。混账！朕最恨科场赌弊，毁我大戏根基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查封林府，交由大理寺彻查。若罪名属实，定斩不了。陛下，冤枉啊！臣半生清苦，教书育人，定是有人盗取臣的书稿，蓄意栽赃，求陛下明察。若是诬陷，必定会还你清白。退堂。
赵大人，您曾是父亲最器重的门生，求您在御史台替父亲说2句好话。休要胡言！本官何时成了他的门生？林彦慈德行有亏，败坏斯文，我等读书人耻与之为伍。呸！还说什么是清流风骨，原来都是装出来的。小姐，林府疯了。短短半月，从计较到罪臣，他这半生最看重那点虚伪的清明，如今这清明算是他的干干净净，再无翻身之日了。林警员，不必看了。大人，我父亲的事和我没关系啊！你父亲收受贿赂、泄露考题已成定局。上头有令，你身为其子，德行有亏，行止不端，即刻革去职务，永不录用，交出官印官服，赶紧滚！别在这里脏了官府的地盘。林公子，说好的翻倍利息呢？你说你做买卖定能翻身，现在倒好，那江南商人卷钱跑了，你的本钱呢？不可能，那是上好的门路，我只是时运不济，只要再给我点本钱。呸！你以为你还是伎俩家的公子？你这种只会夸夸其谈的废物，被人设局骗了都不知道。没钱，那就拿着宅子抵债。进来，把这屋子里值钱的都给我带走。你又要去哪儿？是不是连你也瞧不起我，想回娘家躲清静？林景元，你看看这个家还像家吗？公爹入狱，你丢了官不思进取，反而去借高利贷赌那虚无缥缈的买卖。你自诩怀才不遇，实则百无一用。这和离书我已经签了，孩子我带走，你就在这破宅子里烂掉吧。你敢！沈氏和离也就罢，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竟也敢！沈氏至少还有将军府撑腰，而你林景元现在连条狗都不如。走了，都走了。沈清源，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你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毁了林家？周大哥，是周公子让你送定亲的聘礼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周郎之前送婚书只是假象，周郎定不会弃我于不顾。林小姐自重，我家主母说了，周家3代清流，断断不能娶一个罪臣之女进门。这是信物，原物奉还。我家那一纸婚书，老爷已当众焚毁，你的也早就送过来了。往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京城最有名的才女林大小姐吗？周家退婚的帖子都传遍京城了，你怎么还有脸出来见人？如今林家那等门第，谁敢沾边？怕是连城西的卖货郎都要掂量掂量。小姐，林家那位大小姐的事儿定下了。哦，周家那边想必是退了婚，他最后选了哪家？唉，还能选哪家？他高不成低不就，名声又烂透了，哪里还有正经人家肯要？林景元嫌他在家里费米粮，硬是做主把她嫁给了城郊那个吴秀才。吴秀才，
我记得那人，正是那吴秀才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朝前一任夫人的嫁妆才有一点体面。可怜那夫人日日操劳，生生累死的。林景瑶过去，可是给人家做续诗。林景瑶过去，可是给人家做续妻。这般婚事实在太过丢人现眼。昔日千金，如今出嫁竟如此简陋。听说出嫁那天连个响器都没有，一顶小破轿子趁着天黑从后门抬走的。嫁给吴秀才做续弦，哼，她从前最看重体面，如今这体面算是碎得连渣都不剩了。这都是报应。当初他为了苏恒那样作践小姐您，何曾想过会有今天？林景月自诩出身书香，心高气傲，如今却要在那等阴冷潮湿的破屋里伺候一个好吃懒做的秀才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怨不得旁人。林家这根梁将断了，底下的砖瓦自然是一个都保不住。为什么？老爷，天快黑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咱还是回去吧。我做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了？苏恒，你怎么能如此对我？为什么？我不信，我要去问个清楚。啊！老爷！小姐，出大事了！林大人他不是林老爷。慢慢说，他怎么了？林老爷前几日出城散心，在西郊山坡上跌了下来，人是捡回了一条命，可那双腿被荆马活生生踩烂了。大夫说这辈子都断得彻底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现在他人躺在那阴冷的偏房里，动弹不得，连个翻身的人都没有，真是废了。知道了。嬷嬷，赏他点碎银，送他出去吧。谢谢小姐。前世他坠崖时，我哭瞎了眼，在那榻前伺候了整整15年。如今，他不过是那只枯死的雁。母亲，儿子知错了。父亲如今瘫在榻上，连口水都喝不稳，夜里翻来覆去的喊您的名字，府里全乱了，景玉也撑不住了。母亲，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回去吧。情分？林景元，你好意思和我提情分这2个字吗？是我错了，母亲。只要您肯回去，往后儿子一定把您供起来，绝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苏恒呢？那个贱人卷了林家剩下的银钱和田契，跟那个江南商子跑了。哦，跑了。父亲如今总算看清了，只有母亲您才是真心待他的，他日日念着您的好。是啊，苏恒走了，所以你们便想让我回去替林燕慈端屎端臼、擦身换衣，任劳日怨，伺候到死。若是我回去，你们便还能像从前一样，把我当成一头永远不会喊疼、想使唤就使唤的牛。林景元，你这点算盘打得真响。母亲，救救女儿吧！我真的熬不下了。父亲夜里不是砸东西就是骂人，还总把我认成苏恒那个贱人，掐着我的脖子不放。母亲，你回去救救我们吧。救你们？林景约，这些年我救你们的时候还少吗？林景元闯祸，是谁跪断了腿替他挡灾？你病得要死，是谁滴血入药把你从阎王手里抢回来？金马冲来时，是谁下意识先去推开你们？可你们呢？一个护着苏恒，一个亲手把我推向马蹄。如今走投无路，想起我是你们的母亲了。母亲，我们错了，您要打要骂全凭你心意。父亲说他后悔了，只要您肯回去，他愿意给您赔罪，哪怕让他跪着，他也认。
你回去告诉林燕慈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没有早点与他和离。他的死活，从此与我沈清渊毫无干系。母亲，不要走！母亲，母亲！这一回，我再也不会回头了。小姐，林府那边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散了。刚在那边盯着的人回话，说是林景元请的那2个婆子，刚才在大门口当众指着他的鼻子骂，说林家已经欠了3个月的月钱，1分银子都挤不出来。没钱，在那府里怕是连风都嫌晦气。可不是嘛，那2个婆子骂得可难听了，说那屋子里臭气熏天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随他们去吧。去，把那桶倒了。你没闻到这屋子快熏死人了吗？凭什么是我？我白日里在婆家被婆母搓磨，回了娘家还要干这种脏活。你身为嫡长子，这时候倒多懒了。我每天要在外头给那些商户抄账跑腿，累得骨头都散了。你不过是动动手，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是怨我没把钱从婆家拿回来接济你吧？林景元，你现在就是个吃软饭的烂人！清源呢？叫他拿汤来。我的清源呢？别叫了，他早就不要你了。沈小姐，近日听说林家那位伤了脑子，已经有些疯癫了，口口声声只喊您的名字。是啊，林家现在穷得连药都买不起了。他到底是您旧日夫家，您看要不要回去瞧上一眼？不必，以前我那样真心待他，他却视若敝履。他快死了才想起我的好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？也确实，沈青云，你之前对林家真算是尽心尽力了。罪女苏魂伪造官府文书，私吞林家巨额家产，勾结外人窃取科场赌币证据，涉案数额巨大，证据确凿。先判尔流放2000里，即刻发派边疆，终身不得回京。压下去！小姐，苏环的案子总算是结了。哦，怎么判的？判了流放，伪造文书、骗财敛财、窃取科场赌币证据，桩桩件件都是实罪。听闻大理寺那边核算出来，他从林家卷走的银子，竟够普通人家活上几辈子了。他向来心大，林家那点底蕴本就填不满他的胃口。先生，燕慈，救我，救救阿恒啊！林燕慈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命吗？你救救我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啊！闭嘴！死到临头还在这发疯！林燕慈！听说他这一路喊着林老爷的名字，哭得撕心裂肺的，可大街上愣是没一个人愿意正眼看他。当初他在那大厅里装得那么雅致，如今这副鬼样子，怕是林老爷见了都认不出来。他当初为了上位，能狠心把生身母亲的名分都舍了，如今这结局，不过是把他欠林家的一分不少的吐出来罢了。林燕慈的知己没了，苏恒的富贵散了，这林府的戏
也该散场了。林警员，这是你要送的最后一批信，快点着，误了时辰，1文钱都别想拿。知道了，这就去。那家里最后一角银子都没了，再留他在正房，连这破房子都要被熏烂了。搬去柴房吧，反正他也认不得人，在那儿死不是死。小姐，林家那边，林老爷昨儿个在柴房里活活耗死了。哦，死了。林景元和林景月这会儿正抬着尸体在咱们大门口闹呢，说是家里实在出不起银子买棺木，求小姐您看在往日夫妻的情分上，帮着料理了后事。小姐，若您开口，咱们府里倒也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，免得外头说您狠心。我与林家早已和离，他的后事与我无关。既然他们兄妹不肯管，那便扔去乱葬岗吧。林燕慈，你的清高终究只配埋在那乱葬岗里。